为了敲诈中国，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而现任拜登政府继续延续其政策。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了3年多，胜负要出来了。原本美国是想借此赢2次，但结果是美国输2次。在8月5日，近36个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团体代表致信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和美国财长耶伦，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谈判，以削减进口关税，避免拖累美国经济。信中还罕见为中国说好话，中国已经达到了2020年第1阶段贸易协定的承诺。此外，在这不久前，前美国财长耶伦也开始质疑中美贸易协定，称中国加征关税正在伤害美国消费者。美国为何突然想削减关税呢？不是要赢2次吗？分析称，当初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一是想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调整中美贸易逆差；二是指望加征关税让中国制造商承担，降低中国商品竞争力，打击中国制造业；三是印度、越南等代替中国保障美国供应链，不出现大规模涨价。当时美国确实有底气这么做，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发生了3个意外。首先，一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打得美国措手不及，美国政府近乎失败的治理让美国确诊病例高居第1，这对美国经济也是前所未有的打击，不得不大放水印钞，导致美国的通胀已经超出预期。在通胀攀升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反倒加剧通胀，所以才会如此急切想要减少关税。但是要美国政府低下头求和承认失败几乎不可能，所以要找台阶下。其次，越南和印度送上助攻。越南和印度疫情严重，工厂无法开工，订单都转移到中国，美国只能愈发依赖中国生产链。最后，美国也没想到中国能快速控制疫情，并快速恢复经济，主导世界生产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不仅彻底失败，甚至更依赖中国。数据是最诚实的。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6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创纪录的757亿美元，增长6.7%。而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2528.64亿美元，自美进口总额879.42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为1649.21亿美元，同比增长36.6%，创历史新高。这深刻诠释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可以开启贸易战，但如何结束、何时结束贸易战，就由不得你们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布林肯日前会见了印尼外长雷特诺·马苏迪。此次会见是美国与印尼两国自201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首次进行的战略对话。在美国国务院单方面发表的声明中说，双方在会议上就海上安全以及和平解决中东地区持续冲突等问题表达了共识，还宣布支持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简而言之，美国人的声明就是在说，印尼打算与美国共同捍卫南海。那这样的话，印尼不就是白眼狼吗？已经过去的7月份对所有印尼人来说都是黑暗的1个月，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印尼死亡人数最高的1个月，单天内死亡人数超过了2000人，一度刷新纪录。而为防止疫情继续蔓延，印尼一方面加强了控制措施，一方面让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在这个关键时刻，印尼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疫苗，以提高国内的接种率。但是对于印尼求购新冠疫苗的申请，不论是辉瑞还是阿兹利康都拒绝了。就在印尼为此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是中国站了出来。截至目前，印尼获得了212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原料，所以单从美国方面的声明来看，印尼就是只赤裸裸的白眼狼。不过看事情不能只看一方面，就在美国发布印尼打算与美共同捍卫南海后不久，印尼吓得赶紧表态，称与中国才是命运共同体。而印尼的外交部部长马苏迪本人也未就此事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任何声明。毫无疑问，美国这是在强拉印尼干预南海问题，从头到尾都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印尼官方的表态直接撕破了布林肯所说的双方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谎言。事实上，从这段时间的美国出访东南亚之行可以看出，许多东盟国家像印度尼西亚一样，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表现出高度一致，基本没有或者很少回应美国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问题，足以见得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恶法政策没有任何兴趣。不过这倒也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把焦点放在西方国家身上，对东南亚诸多小国基本没有过多的关注，而中国在近几年里大力扶持东盟各国的经济建设，所以说不仅是印尼，美国拉拢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不会成功。这次美国打错算盘了。
据英国媒体快报的消息称，此前在英国航母编队驶向太平洋时，许多中国核潜艇在附近出现。最先开始的是2艘英国的23型护卫舰发现了水下动态，通过初步的判定，确定跟踪的潜艇为093型攻击核潜艇。为此，英国认为其舰队刚进入南海时就遭到了中国潜艇的监视。中国这是在获取潜艇在冷战时期的作战经验。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媒体这就是在恶意炒作。这次英国航空母舰前往南海地区炫耀武力，搅乱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如今却以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仔细想想，这就是西方势力惯用的颠倒黑白的手段，用捏造的谣言攻击中国，制造出英国才是受害者的假象。但事实上，别说子虚乌有的英国海军遭中国潜艇跟踪，中国能忍住没放鱼雷就算克制了。英国人当前来亚太搅局南海问题，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这对英国来说毫无好处。作为域外国家，英国在亚太局势以及南海问题上没有任何利益冲突，而英国搅局南海只是想在美国的大旗下恢复往日的荣光而已。所以实际上，就连美国都有点看不起英国。需要知道的是，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编队抵达南海时，美国防长奥斯汀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英国应该在自家的门前部署军事资产，而不是跑到亚洲来招惹人们的注意。奥斯汀认为，英国人应该做正确的事，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英国海军的作用。有观点认为，此次英航母被中国核潜艇跟踪，事情的真相无非就2种，要么是英国人撒谎，要么确有其事。撒谎倒是没什么说的，但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那英国媒体的这种炒作有2种含义了。其一就是中国海军所装备的093型核潜艇的隐身能力和美俄已经不相上下了。其二就是哪怕093型核潜艇的隐身能力还强，但英国航母战斗群依然可以轻易地探测到093，其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英国海军和从前一样强大，有能力知道你在哪里。只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解放军已做好将其击沉的准备，相信这也是英国海军没敢进入12海里就炒作水下不安全的主要原因。自中美天津会谈结束以后，美国像是不甘吃了败仗一样，为了找回失去的脸面，他们在近段时间开始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压报复行为。在外交方面，美国高官们可谓是倾巢出动，除了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甚至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都开始对中国周边国家展开了密集访问。很显然，美国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拉拢中国周边邻国，想让更多的国家加入所谓的反华阵营，从而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在军事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是极力鼓动盟友们到南部海域施压，而在美国的号召之下，英国、德国、印度也相继派出军舰前往亚太地区。同时，美军自己也在南部海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除了在8月份美军联合盟友开展2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外，他们还在南部海域部署了胜利号侦察船，对我国南海地形进行声纳绘制，从而为美军核潜艇的潜伏以及相应的作战行动提供依据。毫无疑问，对于美军的这些挑衅行为，中国肯定是坚决不允许的。作为回应，解放军直接选择最为强硬的方式回击。中国海军相关部队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南部海域进行军事演练，而且还将划出覆盖范围约为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演习禁区，届时将不允许任何无关船只驶入该禁区。同时，有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我国国产航母山东号目前已经率领24艘战舰驶入了10万平方公里的军演禁区，并开始了正式的军事训练。由于这次解放军的演习范围之广，大量军舰进入禁区演练，这也让南部海域的局势紧张了起来。而美军似乎是嗅到了危险，先前透露的美军胜利号侦察船在看见形势不妙的情况下，竟然也偷偷地驶离了演习区域。对此，有分析人认为，或许是美国听懂了中方的警告，担心侦察船会被解放军演习的炮火误射，所以他们认怂了。如果美军侦察船真的发生被误射的情况，那他们也只能是吃哑巴亏，怨不得我们。最后我们想说，其实这次山东号航母率队驶入演习禁区，参与大范围军演，实际上也是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定规矩，警告他们中国南部海域容不得西方国家肆意挑衅和刷存在感，倘若他们敢踩着红线与我国对抗，那么解放军也必定会用实际行动教会他们如何守规矩。
同时也会让他们明白，中国不仅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更有实力来惩戒一切的挑衅者。据新华社的消息称，由中俄军方参加的西部联合2021军演于9号上午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演习约有13000名官兵参加，由2个空中方队、13个地面方队组成，而且中俄还拿出了各种尖端武器装备投入演习。在全球疫情肆虐、国际形势愈发动荡的大背景下，中俄联合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注定了其不同寻常的意义。据了解，这次演习将于本月13号结束，总用时为4天。俄罗斯方面的参演部队来自俄罗斯的东部军区，而中国参演的部队来自解放军的西部战区。为此，国外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中俄2021西部联合演习将以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为重点，尤其是在8月底。随着美国和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出后，中俄现在可以说是剑指中亚安全稳定。往近了说，在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的局势就陷入了动荡之中。所以，中俄此时此刻举行大规模军演，无疑是在提醒和警告一些域外国家和外部势力，不要企图扰乱中亚，否则中俄必定大举动武。向远处看，最近美国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多条战线应对所谓的中俄挑战，以一己之力单独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所以不难看出，中俄军演除了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外，还回应了其对中俄的挑衅和威胁，旨在向美国亮剑。除此之外，这次军演更是用行动粉碎了美国挑拨的轨迹。长期以来，中俄就是美国攻击以及打压的目标，但中俄联合起来，美国根本没法动摇双方的核心利益，逼美国不断为分裂中俄关系而进行挑拨。前不久，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就在美俄峰会之前采访普京的时候，就故意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航母，并暗示这些力量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不过，这名美国记者遭到了普京的当场打脸。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本不会担心中国，因为中国永远不会像美国那样将俄罗斯定性为敌人。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西部联合2021军事演习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体现了中俄之间的高度互信，更是中俄用行动粉碎美国意图的体现。美国企图挑拨离间中俄关系的把戏，简直是白日做梦。而且中俄不仅要粉碎美国人的意图，还要把美国人的脸都给打肿。